行了，我们没什么话可说的了，走吧。我还没说完呢。现在我希望谢振宇能够尽快的成长，早一点把我打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我身上的责任交给他，让他扛起来。有朝一日，他能像你我一样，能够把他身上的担子传给比他更年轻的人身上。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其次也是你，因为时至今日，他的精神导师仍然是你。你这个人呢，真不会说话。我们今天说的太多了，走吧。再见。我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是我赢来的，不管它有多重，我会把它扛起来，而且要把它扛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其次也是你，因为时至今日，他的精神导师仍然是你。这个啊，是我，老地方，你马上过来，我有话要说。对。师傅，我来了。你铁了心要退出是非大队，回120团。是的。我看你退役算了。我是在海边出生的，我们那儿的乡亲们呐，这些年一直在搞海水养殖，什么鲍鱼啊、海参呐、山鸡海菊的。但是销路上有些问题，他们一直想找个能人。帮他们开一家海产品销售公司，我有残疾干不了。我看你退役以后帮他们去卖海参吧，那玩意儿挺赚钱的，用不了多久你就发了。哎，师傅，你别管我，反正从明天开始，我不会再到这里来了。您别这样，您这样我心里难受。你难受什么？承认自己不行，在比你更强大的对手面前认输，不丢人。我没想到你的内心会这么脆弱，真让我失望。是非大队有秦大帝和于涛就够了，他们俩配合默契，思想统一，格局一致，有没有我谢振宇无所谓。你说什么？有没有你谢振宇的无所谓？是吗？是个屁！当年秦大帝连续3次决战击败我之前，你知道失败了多少次，多少年吗？整整5年。如果照你说的那样无所谓，能有他秦大帝的今天吗？每年全海军的空中对抗，最后进入决赛的总是我们2个人。
每次都是我击败他，是我让他一点点明白了他的差距在哪里。想成为最优秀的飞行员，他还需要什么？最后他终于成功了。我呢，也弄通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了比对手更强大的人，真正的空中之王。中国海洋和蓝天的主人，从来都是这么练出来的。您到今天还相信我？我相信你有什么用？是秦大帝相信你，秦大帝相信你有什么用啊？你得自己相信你自己。您说秦大帝相信我？他自己跟您说的？他儿子得了疑难杂症，头脑发达，四肢不能动。到今天，医学界也没个明确的说法。换句话说，无法对症下药。他父亲3年前又得了截瘫，他哪一点比你容易啊？可他刚刚通过你们的队内竞赛，让自己成为了第1试飞员。每一次试验，他都要第一个冲上去面对牺牲。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应该是他？12年了，我终于明白了，我钓不到那条大鱼了。原来以为你能把秦大帝的本事全部学过来，全变成自己的本事，强大到可以一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击败他，就像他当年毫不留情的击败我一样。古代有一个任公子在东海边垂钓，用的是天下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钩，缆绳一般粗的钓线，50头牛做钓。终有一天，大鱼来了，海上白浪如山，波涛汹涌，千里之外都能听到那巨大的声响。任公子把这条大鱼钓上来了，分给大家吃。浙江以东，苍山以北，所有的人一起吃都吃不完呐。师傅，你也想钓上一条这么大的鱼？师傅不行了，但是我的徒弟成功了，我就钓到了天下最大的那条鱼。秦大帝相信你有什么用啊？你得自己相信你自己。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应该是他？儿子，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请进。怎么样啊，忙的？主任，主任，您什么时候到的？我刚到，来汇报工作。你们要下班了吧？啊，预热的怎么样啊？一切都按部就班，进展顺利。您看看，咱们前期工作是挺繁琐的啊。现在咱们部门人手还不够，正在全国招募。要来咱们这儿的也得是个顶个的顶尖人才才行。在人手到来之前，你们2个还得辛苦一阵子。哎呀，没关系，我们应该做的。主任，您放心吧，我们夏医生一个顶仨，我一个顶半个，一个半，一个半。哎，倒点水啊，主任您坐。怎么样？这些飞行员是不是都很厉害？他们可都是万里挑一的。咱们要拿出咱们专业的劲儿，等人手都到齐了，就得1对1的服务了。放心，大部分都还挺优秀。大部分？怎么不是全部啊？我们因为刚来，还需要再观察观察。对对对。啊，对了，主任，那个急救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差不多了。这样的试飞之前从来都没有过，医护人员都是我和张院长从各个医院挑选的。这些飞行员心理压力大，驾驶难度也大。
他们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国家和自己的飞行事业，他们是伟大的。今后，咱们在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个话粗话密的，你们可别往心里去啊。不能，放心吧。哦，刚才张院长给我来电话，特意让我问问你，如果这次任务结束了，愿不愿意直接转到他们军区医院去？他们医院有一批到海外工作的任务，需要心理咨询师，特意让我问问你。夏医生可能要转业了。啊，那多可惜呀！现在正缺你这样的人才。哎呦，主任，你听他瞎说呢。可以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吗？张院那边能等到我这边任务快结束的时候再回复吗？没问题。谢谢主任。走吧，姑娘们，吃饭去。好。他从这个单位换算到这个单位，这样他就等值了。哦，报告，进来。怎么？有事儿？大队长，政委，我很惭愧，我请求撤回我的离队申请。撤回？是的。好，我批准了。你回去吧。不用看政委，政委也批准了。笑什么？哎，就一个谢振宇撤回了离队申请，就把你高兴成这样。你不要小看我这些小招数啊，有时候挺奏效的。看把你得意的，就你那些土得掉渣的办法，你以为真能治好他的病？谢振宇目前是一块好钢坯子，但是未来能不能成为一块好钢，且得看。我亲爱的夏医生，还不准备睡觉啊？我把这个整理完就睡，你先睡吧。送你一句话啊，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要为了工作而失去生活。妮娜，你觉得事业重要还是家庭重要？这个就看你怎么选吧。虽然你是事业型的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嫁给钱程这样的男人，可以提前转业。张院那事儿，你就找个理由退了。可我从入伍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转业。回来了，想骂就骂吧，别憋着。有啥可骂的呀？你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在想，我谢振宇也有当逃兵的这天。长机和僚机是空战中的战术队形，长机负责进攻，僚机负责跟上掩护警戒。僚机所处的位置好的时候，僚机进攻，长机负责跟上掩护警戒。但僚机的主要责任是保护长机，让长机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攻击对手身上。你做僚机一直做得非常好，我当然做得很好。我康延成做你谢振宇的僚机，
整整4年零2个月11天，我一直跟随在你背后。我知道你每次训练都是高度集中的，稍不留神我就会跟不上你，所以我除了吃饭睡觉，我打起1000%的精神，为的就是不掉队。我每天都在重复跟上、观察、警戒、掩护，跟上、观察、警戒、掩护。我认为你我之间，连讨论信任这2个字都是对信任的亵渎。我们之间早就已经超越了信任这2个字，我认为那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可今天我们还是遇到了这个问题。我之前什么都跟你说过，但有一点我从来没跟你讲过。我从当兵那天起，除了军人的责任，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理想，我也不知道该有什么理想。我直到成为你谢振宇的僚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所以我不断的在锤炼我自己，我就怕给你丢人，给你拖后腿。可你怎么对我的，谢振宇？你连走这么大的事你都不跟我商量，你把我当朋友了吗？你要认为我是因为你不告诉我生你的气，你大错特错。你知道所有的战友都怎么想你离开的这件事儿吗？如果你认为大家都很希望看到你离开，那你简直是太狭隘了。大家都为你惋惜，没有人相信你会真的离开，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像我康延成这样的僚机，可以有很多，随时都可以换，你不可以，你没有资格自暴自弃。你必须留在这里，以你的经验，以你的技术，你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别的退路，这儿就是你最好的归宿，你知道吗，谢振宇？骂得好，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你的理想不是要成为天霸吗？天霸一当机，我什么时候当机了？你是不是天天希望我当机啊？啊！我就不当机，我告诉你。来，集合，跑步，快点，快点，快点，向右看，抻，向前看。从今天开始，按是非顺序列队，开始。全体都有了，稍息，亮，向右转，跑步走。我是谢振宇，我需要这次全队对抗赛中秦大队长和于涛那场对决的所有视频资料。干什么？我要向他们学习。等一会儿他们到了，咱们马上开。可以。然后你们说。报告，进来。首长，首长，没来晚吧？就等你们了啊！哎，现在开会，咱们直奔主题。梁总，你先说，说一下你们的安排。喜欢参加部队的会，因为直奔主题。一总还有在座的各位专家领导，我跟周总开这个联席会议，也制定了一些方案。对不起了，秦大队长，我们想加大实验的难度。
我们想在人机所之间做一个适配性的系统。我们的标准就是飞机能够成功挂锁，系统安全可靠，不掉链子。在人机所之间，锁是着力点。我们想采取最笨的办法，请我们的试飞员冲击挂锁试验，来检验我们的飞行的速度和重力数值，来验证我们的国产阻拦锁系统是不是能扛住我们舰载机在这个数值范围内的冲击。同时呢，也是对我们试飞员适应能力数值的测试。国外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关就得自己过。我一想到用真人去实验，我这心里很惶恐。只要人能扛住，如果人扛不住，我们其他的东西再好，它也解决不了问题。我的话说完了。梁总，你们做过假人的试验吗？当然做过，但是驾驶我们舰载机撞锁的毕竟不是假人。周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还是说两句吧。我听说试飞大队为了这一次的试验试飞，已经排出了试飞的顺序。部队的这种工作精神、工作效率，值得我们团队好好的学习啊。昨天我跟易总沟通过了，既然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那有些丑话、得罪人的话，我还是想说在前面。易总可以吗？当然可以。秦大弟、陶思勇，两位老总下面要说的话是针对你们俩说的。周总，请讲。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试验试飞是为科研服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反反复复的方案调整。我们的科研团队呢，也会向你们的试飞大队提出各种要求，甚至有一些是难以接受的要求。这一点我希望部队方面理解，也希望秦大队长、陶政委在这一方面也有思想准备。我的话完了。两位老总，这件事情昨天晚上首长已经把我们俩找来跟我们谈了，我们支持你们成立专家团，给每一名试飞员进行打分，然后根据打分的情况，按照你们的要求，灵活机动地进行试验试飞。其他的工作我们回去做。好，有这句话，我跟梁总就放心了。易总，我们的专家团队已经全部就位，随时可以进入试飞场。坦率地说我们要完成各种适配，首先是军地两方的相互适配。我们这两个团队要完成记录、检测、监测这些飞行的所有数据，并且呢，及时做出调整，确保我们能够高效的、迅速的、胜利的完成这次任务。好，这个会开得好啊。虽说是短会，其实已经很长了。是这样，大政方针我们已经上报，得到了授权，那我们就这样定下来了。盲人摸象也好，盲人骑马也好，万事开头难。第一步就是一片漆黑，我们也一定要闯过去。明天早上8点1刻，第一个科目的第一次试验正式开始。8点1刻之前，所有的人必须到场完毕。现在散会，地方的同志可以走了啊，部队的同志要留一下，开一个小会。再见，谢谢，再见。好，再见。好，再见。秦大弟，你刚才冲我眨什么眼睛？有什么话你就说。首长，我没有对你眨眼睛。你没对我眨眼？没有啊。地方的同志都走了，现在就剩下咱们自己人了，有什么话就说嘛。你举什么手啊？你说。首长，我认为今天这个会开得不好，跟您有很大的关系。什么意思？好像试验试飞全是军工单位的事，只要我们试飞大队会开飞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就好了。是，张司令也一样。
好像我们只是他们的试验工具。停，不能这么说话啊！不，首长，陶政委的意思啊，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啊，你也学聪明了是吧？首长，你刚才不是还说吗？地方的同志走了，我们自己人就可以说话了。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出来，对不对？那你说，我是想说呀，所有的试验完成以后都是要放到航母上去的。舰载机一旦完成了实验试飞，也是要交给我们海军使用的。这些国产的设备和飞机到底怎么样？它需要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共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海军航母战斗力建设的大事。你没说完，接着说。吉娜队长，该你说了，你说吧，你是怎么想的？我是知道的。说，首长，我能说几句吗？你搞什么搞？啊，部队3大民主，军事民主那是我军的传统，这马上就要上战场了，有什么话痛快说。好，那我就痛痛快快地说。为了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中国海军，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做这次试验试飞的主人。张司令都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管地方上有什么标准，我们应该多一个心眼儿。除了他们的标准之外，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标准。如果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让他们过关。你不让谁过关？你不让他们过关，你自己就过不了关。那我们也认了。未来设备上了航母，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武器性能要完全心中有数。首长，我军的传统战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统一战线也要以我为主啊。这样会加大你们的工作量，更会增加试验的危险程度。即便这样，也应该这么去做。首长，喊什么？散会！首长，您还没表态呢。你们在想什么呢？啊，我们是工作在敌占区吗？舰载机的试验试飞，不是军队一家的事业，是全国人民的。我现在就去找周总和梁总商量，把你们的想法光明正大的落实到试验的安排中去。首长英明，伟大，正确，不是一般的。同志们，今天开个全体会议，只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上战场的时刻到了。既然是上战场，就要做好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有2点要求：第一是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是状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去迎接马上就要开始的战斗。接下来，我来宣布几件具体的事情。第一件事，要求一定要慎重出战，这是我军的传统。出战能不能胜，事关士气、信心和全局。我们一定要以出战就是决战的意识，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为航母成军这个伟大的战役开一个好头。第二件事情，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队内系列对抗赛排出了试飞顺序，但并不是说到了试飞场每一个科目、每一次的试验试飞都要完全按照这个顺序来执行。既然是作战，我们就要因天、因地、因时，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阵地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具体到我们，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任务，打什么仗。我是大队长，在大家还没有 LSO 资格认证的情况下，我还是首任代理 LSO 航母舰载机着舰指挥官，有权根据需要灵活安排。安静，不要议论，议论也没有用，这是命令。第三件事是今天上午刚刚决定，由军工单位成立专家团，跟踪监视我们每一次的试验试飞，给我们这些人打分。不要小瞧了这些知识分子啊，他们给你打了分，就会根据分数来要求总指挥和我调整使用试飞员。不管你现在在试飞大队排在什么位置，只要在这一次
试验试飞当中你有好的成绩，仍然有可能被安排首先出场。是。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吴强负责带领大家到试验试飞场去熟悉场地。散会以后到门口上车。散会。烟流板在航母甲板上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挡住舰载机起飞时释放出的尾焰，并把它们引向两侧还有上方，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灼伤甲板和为了保护后面准备起飞的舰载机。大家好好参观一下。这回你的机会来了。什么意思？大队长不是说了吗？尽管你现在是第3试飞员，但只要干得好，还有可能成为第1试飞员。规矩都是他定的。你呀，只要别犯错误，别再违纪，一切皆有可能。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小子可千万别掉链子。放心，咱们都加油吧。挂锁实验即将展开，说明命运还没有抛弃我。不过这一落一起啊，实在是挺扎心的。一看到这鱼竿，就想起那句成语“当头棒喝”。人怂过，不是不能再雄起。师傅昨天特别发来信息，就郑板桥的2句话：“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记住了。心理辅导到咱们俩了，走。你先去，我忙完就过来。我帮你。哎，别，这事儿我必须亲力亲为。要我说啊，买根新的给师傅送过去，显得多有诚意啊。我师傅要的不是杆儿，是我诚心悔过的态度。在那边等你啊。嗯。报告。进。康彦成呢？等不及你，先送柳妮娜回去了。你掐着点来，马上就要吹熄灯号了。你这明显就不想配合我工作啊！我本来也没什么事儿，我能出现在这儿，单纯是为了遵守纪律。你有没有事儿，我说了算。行，那咱们开始吧，简单聊2句。边走边聊。你想说点什么？例行公事，类似回访。我最近不失眠，不呕吐，不腹泻，无任何不良症状，所以就不用浪费你的时间了。但你的心理测评是 S 减。其他人呢？秦大队长、于涛都是 S 级。差别大吗？理由是什么？他们的心理情绪平稳，而你有波动。你愿意跟我聊聊你的原因吗？好胜心太强。够坦诚。带着目的的飞行很容易焦虑，就像负重前行走不远是一样的。你也知道，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说的容易。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谢谢。我希望你真的懂。谢日语怎么了？没怎么。不可能，他要是没怎么，夏医生不能单独跟他谈。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留下来了。但他真没怎么。哎，你最好说实话啊，不然小心我给你记评分上。
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柳医生。看我的眼睛。看着呢。怎么了？哎，我怎么看不出来呢？你要看出来什么呀？夏医生可厉害了，就这样对视，那眼睛就跟 X 光一样。你发生过什么过往？你以前有过什么事儿？你现在想的是什么？他都知道。可是在你身上，我怎么什么都没说出来？亏了我没让他看。哎，你说这个夏医生不会是学刑侦的吧？不过他是真厉害，老谢他都能看透，我是佩服他。谢振宇啊，他虽然是铜墙铁壁，但是也有缺口，只不过是我没看出。冷了吧？哦，海边城市就是这样的，太阳一落山呢，气温就降下来了。那你干嘛倒着走啊？现在的风速是每秒6.5到7.5米，属于和风。我呢挡在你前面，吹到你身上的风就变成2.3到3.3米，属于微风，这样你就不容易感冒了。惯性思维，保护好长机是僚机永远的责任。哦。啊，到了，我看着你进去。嗯。啊。僚机。不客气。大弟，首长来了。首长，明天就要开场了，我来看看，真准备好了啊！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报告首长，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坚决不掉链子。你知道我的标准？知道，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光说有什么用啊？能不能做到？不能。不能？你说你一切准备完毕了？报告首长，我说的不能是，我能保证我们这一方不出纰漏，但不敢保证试验主持方那边就不出了。什么试验主持方？我们才是试验主持方。那太好了。出场顺序排出来没有？排出来了，拿来我看看。是。是吧？明天你还是要第一个上。是的，我是第一试飞员，他是大队长。首长，我正想向您报告，我反对。你反对什么？明天只是试验，又不是飞。虽然明天只是试验，却是我们试飞大队的第一次出击。在战史上，出战往往是形成惯例的开始。你是怕他有了第一次，以后每一次他都第一个上，是吗？是的，首长。大弟他不是一般的飞行员，他更是大队长，是指挥员。接受你的意见，但是明天他还是要第一个上。至于以后嘛，首长，我正要向您请示呢。我想从明天开始，按照我们的需求和状态，自主安排试飞顺序，请首长最好不要再插手，可以吗？首长，这个不可以。这个当然不可以。我不是每天都要插手你们的事情，正常情况下，你可以自主安排，但是你每次都要第一个上，还是需要向我报告。是，我走了，我和张司令还要到基地去看一下。你跟着我干什么？慎重出战。慎字怎么写？一个心字，一个真字，真用心了才叫慎。今天晚上要好好的想一想，把事情考虑的更周密一些，困难想的更多一些。到了明天，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不能光嘴上说。是。大兄，你把你女朋友画的有多漂亮，你就把这个动作给我画的有多漂亮。全体起立！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实验室飞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正在休息，请您指示。队长领改。稍息。是，出去。正在休息，不像啊。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首长，我们就是在休息，我们边学习边休息。你们在向外军学习航母甲板上的指挥手语。是的，首长。我就实话跟您说吧，我们呀想睡也睡不着，所以就找了一段外军航母甲板勤务工作人员执行勤务保障的视频。我们呢边看边学，将来我们上了航母以后一定能用得着。首长，航母这东西我们都没有搞过，不光是舰载机怎么起怎么落是个难题，就连甲板指挥手语我们也都不知道该怎么比划，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所以说，只能发挥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向外军学习，搞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甲板指挥手语。向外军学习，既要实事求是，还要有所创新。是，更要适合我军的军情。是。